像战维能力这么强的人，怎么可能混不下去？肯定是撒谎的。这个男人说的话，怕是没有一句真话吧？前面那辆迈巴赫是战维的吧？我记得他的车牌号码。蓝若若记得战维的车牌号码，张成同样有印象。应该说，阳城商界的大佬们，很多都记住了战维的车牌号码，因为战维的能力太过于出众，在他带领着杨泰走出困境，挤进大公司行列时，就引起了大佬们的注意。针对着杨泰的人其实不止蓝若若，只是其他人都是在背后使绊子，不像蓝若若和他背后的蓝氏集团，光明正大的将同行视为对手。相较于其他同行，战维还是欣赏蓝若若这样的同行，至少他行事光明磊落，不会在背后用阴招。是他的，他来得挺早的吗？蓝若若说了句。张成看着他，笑道：若若，你可能不喜欢听，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一句，这是伯母交代我的，等会儿在宴会上，你就算看到战维，也离他远一点，你们俩尽量不要走得太近，免得当场掐起来，让雷老不好做。我会忍着的，况且我一个人保持距离没用，还得他也肯保持距离才行。张成，你是不知道那家伙有多无耻的，我敢说，就算我不接近他，他也会接近我的。战维要他请他吃饭，他拒绝了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当着那么多的人面找他的麻烦？这2天，蓝若若就挺担心战维真会去爷爷面前告他的状，说他占了他便宜的。张成失笑的道：你们俩也斗得太厉害了点儿。一开始是我想和他斗，后面就是他不肯放过我了。他们杨泰也成了气候，我蓝氏想像以前那样对付他们也难了。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劲敌成长，自己明明出手阻拦的了，还是看着他越来越强大。蓝若若叹口气，我快30岁的人了，过的都是顺风顺水的，直到遇上战维，我才尝到失败的味道，在他身上我才有挫败感。你们俩属于相杀又惺惺相惜吧？我看你对他其实很欣赏的，他要不是杨泰的老板，你估计千方百计都想撬墙角。张成不敢说，他其实也想撬墙角。他们张氏与蓝氏算不得同行，不过也会有牵扯的生意，与杨泰不会是敌人。不过战维的能力，相信很多人都看中了，多少人都羡慕杨泰那个甩手老板，他走了狗屎运，请了战维这样一个职业经理回来，挽救了杨泰，让他现在什么都不用管，每年都会有一大笔钱进账。哪怕很多人会想办法离间他和战维的关系，他却始终站在战维这一边，从不重离间计。在识人这方面，对方倒是不错。当他将杨泰1半股份转让给战维后，就没有人再去撬墙角。虽然还有人想离间他和战维的关系，他放出话来，他永远信任战维。如果战维要完全霸占公司，他也乐意将手上那1半股份以低价转卖给战维。杨泰那位老板娘就怕死老公，真会将余下的1半股份给了战维。只要一听到有人在老公面前说战维的坏话，老板娘就炸毛，撕开贵妇人的修养，将那些人骂个狗血淋头。就算她娘家人在她面前都不能再说战维一句不是，谁说战维的坏话，她就撕谁。开玩笑，真惹毛了丈夫。丈夫将余下的股份都给了战维，她哪还有现在这样的幸福日子？久而久之，就再也没有人去离间2人了。蓝若若不说话，车子驶进了雷家大宅，在管家的指挥下停好了车。张成先下车，他下车后站在一旁，等到蓝若若要下车了，他伸出手去让蓝若若搭扶着他的手下车，绅士得很。好巧不巧的是，战维的那辆迈巴赫就停在蓝若若的车子旁边，他也是刚停好的车。下车时就看到这一幕，他顿觉得刺眼至极。蓝若若身边的男人，他也认识张家的少爷。哦，他想起来了，蓝若若和张成相亲过，还一起吃过2次饭，之后就没有了下文。他以为2个人相亲失败，
没想到现在又走到一起了。我倒是谁呢？原来是蓝大小姐呀。战维笑着开口，但他说的话听在蓝若若的耳里，他就觉得刺耳得很。不认识我了吗？蓝若若反问着他，那样的口吻，听着就觉得刺耳。怎么刺耳了？我这说话的口吻怎么了吗？战维刻意走过去，往张成和蓝若若中间一站，就将张成挤到旁边去了。他挡在两个人之间，不让两个人靠得太近。上下打量了蓝若若一番后，战维笑着夸了一句：今晚的蓝小姐倒是人模人样的，与往日不同。战维，蓝若若气得美眸圆瞪，怒瞪着战维。战维，我今晚不想和你吵架，你离我远一点。说他今晚人模人样的，意思是他平时不是人了。这个混蛋不会说话就不要开口，开口说话那么惹人厌。我也不想和你吵架，不是？我说错话了吗？你这怒目圆瞪的，活像我对你做了什么事似的。我可没有动过手啊，不像你，占了我的便宜还不对我负责任。我的脸除了小时候被家里长辈及亲戚摸过，稍大后就再也没有人能摸我的脸。你是除了亲人之外第一个摸我脸的人。蓝若若气笑，战维，你要不要大声嚷嚷，说我摸了你的脸，没有对你负责任？要不要让大家知道我是怎么摸你的脸？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将打脸说得如此清新脱俗的。这个男人果然还记着那件事，就因为他没有按他提的要求请他吃饭，他当时已经道过歉了，他还想怎么样？真让他请他吃饭，他往他的饭菜里下点泻药，让他拉到腿软。等会儿见到蓝董了，我再和蓝董说这件事，到时候你看我敢不敢大声嚷嚷？你可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叫我老公的，气死他了！臭战维，太不要脸了！战总，战总。张成记着自己今晚是蓝若若的男伴，眼看蓝若若要输给战维了，他连声叫了战维2声。战维扭头看向张成，俊脸上挂着的笑容那是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。看张成的眼神也变得锐利而冰冷，好像张成是他的仇人一样。他瞪着张成不说话。两个人年纪相当，张成也是在商界摸爬打滚了多年的人，又从小被家里人当接班人来培养，什么风浪没有见过。被战维这样瞪着，张成竟然生出了寒意。战维还真的不好惹，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底细的外来人员，周身总是散发着尊贵的气息，每次出现在人前，那气场都很强大。他还是一个人呢，那强大的气场让人以为他带了千军万马似的。这是张少，咱们很熟吗？战维总算开口了，看张成的眼神也收敛了一点冷意。张成好脾气地说道：我们不算熟，不过战总，你现在缠着的人是我今晚的女伴，我和若若一起过来的，还请战总不要为难我的女伴，我们也需要进屋去和雷老打招呼了。张成在心里腹诽，战维刚刚看他的眼神像是看清敌人一样。战维该不会是喜欢上蓝若若了吧？你女伴呀，张少不是有女朋友了吗？怎么今晚不带着你女朋友过来，却和蓝若若一起？还是张少脚踏双船，这头哄一哄，那头哄一哄。战维再扭头看着蓝若若，讽刺地道：蓝若若，你看男人的眼光真不咋的，一个脚踏双船的男人你也喜欢？小心被伤得体无完肤。蓝若若本能地看向张成，他约张成出来吃饭的时候，问过他是否恋爱了，若还是单着，他们可以再试一试，看看能不能擦出火花。张成明明说他没有恋爱，没有对象的。张成赶紧解释：若若，我没有女朋友。不知道战总听谁说我有女朋友的？战总看到我和其他女孩子在一起吗？昨天看到了，看到你揽着一个衣着性感的女人，有说有笑的，亲热得很。张成，昨天？哦，战总误会了，我昨天揽的那个是我表妹。
我和表妹从小一起长大，兄妹感情极好。我表妹是个模特，不论是颜值还是身材都是极好的，偶尔穿的衣服在别人眼里的确有点性感。战维哦了一声，原来是张少的表妹啊，那么亲热，我还以为是张少的女友呢。是我误会了，对不起哈。以为张少脚踏双船，想着提醒蓝小姐一句的。虽说我和蓝小姐不对付，但我还是希望蓝小姐能找个好男人的。战维又扭头看着蓝若若说道：蓝小姐，走吧，我也要进去和雷老打声招呼，顺路咱们一起走。说着还绅士一般朝蓝若若伸出手。干嘛？蓝若若挑眉问他。你穿着恨天高，我怕你走路都走不好，好心想让你搭着我的手走路，若是摔了，我还能拉你一把。蓝若若想都不想就拒绝了他的好意。我可不敢搭着战总的手，就怕战总说我占你的便宜，要我对你负责任，我可负不起那么多的责任。恨天高怎么了？他又不是没有穿过，平时他不也穿着高跟鞋上班，只有开车的时候他才会换下高跟鞋，换上运动鞋。他的车上随时准备着2双鞋，一双运动鞋，一双平跟凉鞋。战维笑，难得我这么绅士，蓝小姐都不给我这个机会啊。行，那你慢慢走，我先走了。蓝董和雷老私交甚密，想必早早就过来了吧。蓝若若的爷爷的确是早早就来了雷家，他和雷老是老友，关系铁得很。战维这样说就是在暗示蓝若若，他先一步进屋的话，会在蓝董面前说什么话就不敢保证了。蓝若若恨得牙痒痒的，面上却不咸，温柔地对张成说道：张成，咱们一起进去吧。说着他朝张成伸手，张成绕过了战维，牵住蓝若若的手，走了2步，蓝若若便抽回手，改而挽住他的手臂。2个人显得很亲热，一同往华丽的主屋大厅走去。一路而入，遇到不少熟人，大家相互打着招呼。对于蓝若若和张成一起出现，也没有人觉得意外。2家有意结亲的消息，那是早就传出来的了，只是后面没有了下文，大家便淡忘了这件事。今晚2个人一起出席宴会，蓝若若还亲热地挽着张成的手臂，大家便猜测2家还是坚持要联姻吧。长辈一旦坚持，年轻小辈最终还是得妥协。不过2个人走到一起，瞧着倒是般配得很。张成一身黑色的西装，高大俊美，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。他旁边的蓝若若则是一身白色的晚礼服。蓝若若身材高挑，穿着高跟鞋的她看上去和张成一样高，她的高颜值是无可挑剔的，俏丽的脸上也挂着微笑。2个人走进华丽的主屋大厅，让里面的人都觉得进来了一对金童玉女。蓝董看到宝贝长孙女挽着张成的手臂，2个人显得很是亲热。蓝董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。旁边的雷老便笑道：老蓝，你们家若若和张家小子在一起了，不错呀，2个人看上去很是般配。我看着若若长大的，可惜我的孙子和若若年龄不配，大的又大太多，小的又小太多，否则我都要和你结亲的。蓝董事长笑道：若若和你的孙子们是相差太远，不过我不止一个孙女吗？还有其他孙女的，你看看若有与你孙子般配的，可以撮合2个小年轻。雷老笑：我们家老5倒是和你们家老7般配，不过2人不过18、19岁，还早着呢。再看看吧，等他们毕业出来，进入了社会再说。他还真看中了蓝家的老7，那不是7小姐，而是在兄弟姐妹之中排行第7。2位老人家说什么，战维听不清楚，不过他进屋就看到2位商界大佬笑得那样开心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蓝董事长操心长孙女的婚事，整个阳城的人都知道的。